美国将要引发经济灾难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说的。耶伦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，他说美国政府如果债务违约，将引发难以承受的经济灾难。我认为美国的经济灾难是迟早的事。大家想一想，美国它是自己给作出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俄乌冲突发生以后，美国一方面无底线的对俄罗斯进行制裁，进行打压，当然最严厉的包括经济制裁。经济制裁到什么程度呢？俄罗斯所有的美西方国家所能想到的制裁，所有的他都用上了。所以说呢，他制裁别人的同时，他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大家知道，还有北溪管道被炸，本身北溪管道被炸之后，他想着把美国的石油多的抬高价格，卖给北约国家，卖给欧盟，结果他打错了如意算盘。他这样的一折腾，让美国的物价飞涨。老百姓手里边的钱是有数的，那么价格一提高，他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。这样的话，老百姓钱很快就花完了，花完了怎么办呢？得和政府要，政府哪有钱啊？那么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就到处借贷来借款。这不，这几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不停的给中国打电话，就说什么呢？我们美国日子这确实需要你中国来帮忙。在08年的时候，要不是你中国帮忙，我们美国不就经济危机了吗？经济危机，我们美国能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吗？还是你中国人好，你中国人有钱，中国人兜里边的钱很多，跟我们美国借一借，渡过难关。大家想一想，美国一边极力的打压制裁中国的经济，中国的科技，一方面呢要从中国这里来借到钱，来填他美国那个债务天大的窟窿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对不对啊？这是美国的一贯的一些做法，一方面呢打压你，一方面又要伸手向你借款。美国就是这种指着鼻子骂着你，你还得服服帖帖的听美国的指挥，让你干啥你得干啥。这是美国的霸凌霸道习惯的一种作风，但是对中国来讲不好使了。所以说美国这个国家他想的一些对策，做的一些事情是非常短视的，也是非常霸道和不讲道理的。他认为世界是美国人的世界，美国人兴风作浪，想干啥干啥。所以说美国人应该清醒了，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你美国人只有改变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，改变目前的一些错误的想法，还世界人民一个风清气正的和谐环境，那么你美国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，你美国的经济才不会走向灾难。